大家好，我是小浩哈。咱们的快递哈，断断续续都到个差不多了哈。包括给那个猫咪买的这个猫粮和猫砂哈。另外吧，咱们这个给猫咪这个窗户这个防护网也安好了。昨天把那个空调也安上了哈，猫咪屋的。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吧，咱就给猫咪开空调。天气不是太热的情况下咱就开风扇哈。这个大蒸箱也到了哈，梦寐以求的大蒸箱，真的是特别开心哈。因为吧，咱们买这个大蒸箱吧，价格比较贵一些，因为吧，它有这个，因为咱们小院特殊的情况哈，就是咱们没有自来水，咱们用的是井水，所以这个蒸箱，就是回头如果是没有水的过程当中，它会自动断电，咱们需要把这个井水抽到那个罐子里边，以后从罐子里弄个管子以后再接到蒸箱上面。对，它贵就贵在这儿。如果说是没有水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自动断电。那个普通的蒸箱吧，它没有水，它也会自动烧，所以说一下子如果是没有水，一下就烧坏了。对，说是咱们这个大蒸箱吧，好就是好在这儿，真的是太开心了哈。这还有呢。大家看一下哈，这是那个给猫咪买的这个窝，它这个属于是麻绳之前我也不懂哈，也是因为这个爱心粉丝提醒我了一下，我才知道这个东西分很多材质。这个麻绳的话，相比之下，它会那个比其余的要好，就是抗用。看看还挺不错的，看看下面应该是防水的。看，防水防潮应该是。猫咪屋哈，现在已经那个布置个差不多了哈，现在就剩门了，门的话那个也是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类似一个那个格栏门，估计这两天就到了以后我们再安装上哈，安装把那个门一安装的话，这个猫咪屋就完美了哈，还有这个风扇吧，因为它体积比较大哈，是因为挂在墙上的。需要那个钻机来那个打孔，咱们小院也没有那个钻机哈，回头去借一个，然后再给他们安装上，包括这个空调，空调的话，如果是天气热的情况下，咱们会一直给猫咪开着，平常不太热的情况下咱们就开着风扇哈，对，还有个问题哈，就是关于那个满满也是那个。特别担心小院哈，关于这个建设的一个问题，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去一一去说一下这个关于咱们这个小院建设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东这边是1年1付，1年是12000，最早的时候是要的15000，后儿的时候就跟他就是给他商量嘛，因为他这个小院就是实在环境太差。没有办法，就后就要的12000。
房东的意思就是他也可以续租，但是他不敢保证咱们能住多长时间，所以说导致吧，咱们这个水泥地吧没有法去打，没有法去铺。对，经过这几天和这个安心人士哈也商讨了，最终决定哈这个一部分是要铺那个砖头。对，第一呢就是它会节省，结果也会那个节省开销。第二的话就是，对，也没有别的办法哈，因为对，到后的时候咱们真住不了的情况下，这个砖头的话咱们都可以搬走哈。昨天我也请了这个施工人员过来看了一下，比较麻烦，因为咱们这个地面啊，就是很不平整，回头的话需要把地面弄平整了以后才能铺砖，那这样下来的话就是成本也增加了，对，材料的这个量也用大了，他的意思，因为这个施工队哈，这个施工的这个人家就是非常非常有经验哈，对，就是人家长期干这个，就是人家一眼就看出来很多问题，然后他就一一给我去解答。包括咱们小院这有一部分地方就是大狗不住的地方吧，铺上砖以后吧，需要垫一层那个石灰粉，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毛孩子在上面的时候，上面会铺一层砖，毛孩子在上面就小便的时候那个会渗下去，对，而且那个毛孩子搁砖上跑来跑去吧，它也不会沉下去。对，它就是硬的，它不会沉下去，还能往下那个渗水，咱们也好清理粪便。对，看了一下那个小狗狗住的那个地方哈，那边的话就是费用如果要铺砖的话，费用会很高，因为那边那个极度不平整，坑坑洼洼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都赶上那个去搭建垄子的费用了。所以说吧，思来想去的哈，就是大狗狗住的地方吧，给它铺上砖，小狗狗住的那个地方，回头给他们弄一排垄子，自己去买材料，找焊工，然后去这个焊这个垄子。对，这样的话，大狗狗回头在垄子里边住，也是因为咱们小院吧，很多特殊的毛孩子哈，就是比较调皮的一些，所以说吧，很少会大量去关在一块儿，对，最好的话就是2-3只、3-4只关在一块儿是最好的。如果再多的话，我害怕会出现危险哈，就会容易打架。因为咱们小院的毛孩子，有很多很多这种护食的呀、调皮的呀，性格不是，对，就是玩着玩着他就急了，这种毛孩子比较多。咱们目前手里边的费用哈，就勉强能这个维持这个铺完砖，就把这个砖给铺完。接下来还有这个关于打垄子这个费用吧，咱们现在也手里也没有这个钱。如果说有的爱心人士宽裕的话，我希望你能伸出援手来帮帮小院哈。我想着尽快把这事办办，赶紧让毛孩子们进去住哈，要不然下起雨来，我怕时间长了，我怕毛孩子会出问题。对，包括那个施工人员过来也看了一下，因为这2天要下雨，咱买很多材料吧都是比较怕水的，所以说又要拖好几天，等着雨停了以后，才能去施工。对，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徐医生那边哈。前段时间吧，满筹了一部分钱还给徐医生。昨天吧，我又筹了一部分钱，又给徐医生还了一下。一共现在签徐医生的费用哈，也就1万块钱。因为吧，咱们小院这个每个月下来这个医疗费啊，包括驱虫哈，开销也比较大。我每一次去徐医生那边吧，都是厚着脸皮去。对，因为也没有别的办法哈。我要是不厚着脸皮去吧，毛孩子也不能及时驱虫。对，长期下来的话，他们的营养全部让虫子给吸收了。所以说，我就只能厚着脸皮。徐医生那边吧也很不容易。对，
嗯，徐医生那边他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有些人就是不愿给狗狗去治病，有的很多人都把那个毛孩子吧扔到徐医生那个门口，徐医生吧也是，呃，把这毛孩子给救活了，对，很多毛孩子救活了，就是呃，因为很多主人吧，他看狗狗生病了，呃，不想去花钱，也不想让毛孩子死嘛，然后直接就扔到那个徐医生那个医院门口。徐医生啊，没有办法，也经常会救助一些这样的毛孩子。所以说吧，徐医生那边我也能理解，他们也不容易。还关于这个咱们小院这个吃饭的问题，因为咱们小院的毛孩子哈，就是主要食物就是玉米面、玉米，所以说每个月下来这个吃这个玉米量也比较大，每次要玉米的时候都是几吨几吨的要。现在咱们小院的玉米哈又快没了。对，关于房东啊，就是有的那个爱心人士想问一下，他这个房子要卖的话，就是能卖多少钱？因为上次吧给他沟通这个水泥地的问题啊，他大概也说了一下，他说那个房子如果回头有人要买的话，他就卖了，价格合适。当时的时候我也随口问了一下，我说你这房子如果要卖，能卖多少钱呢？他说得几十万。后儿我就没有往下再问了哈，我感觉，对呀，这几十万对咱们来说就是天文数字哈，所以说上次我也没有去说这个事情，有爱心粉丝吧又提了一下，所以说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对。